次要问你要吃什么的时候，都会先问你。最后其实我想吃别的。对，就是浩文很容易这个样子，很玻璃心。其实我自己搭过，其实吃不太出来有温泉。待会我们就要去爬271阶梯，下一个马位置呢是在。Hello， 我是头马，你现在收看的是头妈南妈后手。大家对于生命灵数有什么样的认识？其实，在坊间上可以看到非常多关于生命灵数还有塔罗牌的书籍，相信大家对于生命灵数这4个字非常的不陌生。我们今天很荣幸的可以请到塔罗生命灵数专家浩尔老师。大家好，我是浩尔，我自己本身呢是塔罗占卜师，然后也是生命灵数的一个解读师。现在出版的这本塔罗灵数，我也是这本书的作者。老师出了一本生命灵数的书啊，准备了多久？其实我在4、5年前就已经有这样的出版的计划了。4、5年前，对，所以写了非常久。因为我一直在想，坊间其实教塔罗牌的书非常多，对，那教生命灵数的书也有，2个学问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我要把这2个部分做串联，解塔罗牌的时候，也可以把生命灵数的意涵加进来。我们讲到生命灵数啊，其实生命灵数它的起源非常的早。毕达哥拉斯他是在西元前的一个哲学家，生命灵数的一个起源，很多说是来自于他有一半是，又有一半不是，因为其实是他发现所有的宇宙万物都会跟数字有关。1917年的时候，陶巴利叶特夫人把你的出生年月日全部都加起来，得到了一个总数，来去对照自己的个性，算是近期的。我们常常在书上都会看到我到底是几号人。坊间其实有2种说法，那第一种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直接看你的出生日期。别人看到我们的第一印象，是我们最直接能够去展现出来的人格特质。那么另外一个说法，所谓的灵数，它是把出生的年月日加起来，可以得到一个总数。举例来说，像托马你是1982年10月8号，可以得到29。我们要看生命灵数，能看出个位数，2加9等于11，11也还不是个位数字，所以必须要1再加1，2。所以托马你的生命灵数是灵数2的呢，你是8号出生的，所以8这个数字在对应的人格特质。灵数2，它在讲你这一生要走的道路，你这一生可能人生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激发你，或者是在培养你能够有什么样子的潜力，都在讲的是我们这一生要前进的一个目标跟方向。等于像我的话，就是用8号来展现，往2号的目标去前进走。那这样大家应该很好奇，1号人特质是什么？包括1。还有10号、19号、28号出生的人，1是所有的数字的第一个开始，表示什么事情都要冲第一个。他因为他第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他不用去担心我要跟别人合作，他也不用去顾虑到别人的想法，所以这个人他可能会是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也可以相对的，这个人他做什么事情都比较有自信、果断，会比较直接、目标导向，别人会觉得稍微缺乏耐心或自我一点。他眼中没有别人的意思。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灵数2，灵数2有什么样的特质呢？那到了灵数2的时候，开始出现，我要有多一个声音要去配合的人，或者是我有另外一个人的，我要去沟通、去合作。所以我们讲1的时候是一个点，2的时候它就多出了另外一个点，那就变成了一条线，表示说这2个人呢会是有连结的。对，所以灵数2他非常喜欢像是合作关系，或者是说有一个人可以陪伴在我身边，非常重感情。在这一生有可能都会比较多遇到有关于是合作问题，不要太过度的去牺牲自己来去配合别人，他们很习惯的在一开始会把自己的意见先丢掉，就先听别人怎么想，但并不表示他们完全的接受，有可能只是我先听而已，他们会在事后抱怨。需要注意到的是，合作之间怎么样能够再更坦诚，那这个出自于他们能不能够去真心的接受一个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是每次要问你要吃什么的时候，都会先问你。最后其实我想想，浩文很容易这个样子，他其实心里面他们不见得有自己的想法，是有可能别人给他们，他们又不要。3号人嘞，像灵数3的话，它是3个点，三角形。我们从点线面来看的话，他很重视他能不能够融入这个世界，融入社会，在意自己的形象，能够被喜欢、被看见、被认同。我们说社会化的一个素质，就像小孩子一样，你可能批评他情绪的一个展现，会非常的直接。对，你怎么可以批评我？我都做这么好了，你怎么可以讨厌我？很玻璃心。对，我们要说玻璃心也是对，可是灵数3的人，他会为这个世界带来是天真或者是浪漫、欢乐的感觉。
好，接着我们要看的是灵数4号。灵数4早都在画房子，对，你会先怎么画？最简单的四方方。对，然后再画一个三角形到屋顶。会发现所有的像是桌子啊、椅子啊的形状不是四方形，这样真的是一个稳固的能量。他们这一生一直很努力的在追求一种稳定性跟安全感。他们不喜欢生活有太大的变动或者是被破坏，他们通常都会是比较按部就班、比较安分守己的，就是所谓的使命必达型。你要他去做什么，他虽然没有办法马上很迅速的给你回应，可是他一旦答应你了，他就一定会做到。不然他非常讲究的是诚信，然后可靠，对于家庭啊或对于团队也都会比较重视。因为他们会知道说每个人会的东西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都要在各自的一个岗位上面努力。对，灵数4的人会是比较吃苦耐劳型，然后你们也会获得你们要的一个回报。对，只是这个过程会是比较慢的，你们要有耐心。灵数5，灵数5这个数字，你看到它在卡在1到9的一个正中间，它有点在不上不下的一个位置嘛。所以5这个数字，它强调的是他想要做自己。他要奔放，对，他想要去冒险，他想要跟别人不一样，可能会比较容易直接表达情绪，所谓的社交能力或者是公关能力也都会比较强一点，很急的要去探索这个世界，所以他们会想要挣脱这个束缚感。6号，灵数6的一个数字是一个正三角形跟一个倒三角形融合在一起。就是在讲的是有关于阴性能量跟阳性能量的一个融合，在灵数1到9里面，我们可以说是最需要学会怎么样爱自己，非常的完美主义。出生下来，他们就有一种有关于爱的匮乏感，对，所以这个人他会在对外的表达会尽量的面面俱到，他会想要顾全大局，相对他也会是比较细心的，他想要对每个人都好，在感情上面，他用你想要的一个方式来对你好，跟别人互动的过程当中，他很能够去观察到别人的需求，甚至有时候有可能会过度，要很努力的证明自己是一个能够被爱的那个人。所以当他被背叛的时候，他还是先想到自己，对，他会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好，就是我们之间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没有好好的沟通，才会这个样子的。太过自责的这一点，反而会造成不只是他自己压力，也会造成另外一半的压力。那接下来是7号，7号出生的呢，对于真相正确度会非常的执着，会很活用他们的脑袋，他们会去思考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很喜欢问为什么，这个事情怎么会演变成这个样子，非常重视有关于逻辑，对，有关于事情的一个合理性，会对于情感似乎会有一种抽离感，情感会让我们去对事情有了比较主观的判断，那可能不够客观、不够中立跟正确，所以你跟灵数7相处的时候，会有时候会觉得很难走进他的一个心房，他们习惯于他们先跟你有一段距离，先观察你。然后等到了他们放心了之后，他们才会再更靠近你。7这个数字叫 Lucky 7嘛，你会比较没有经济上面的压力跟负担，不太需要为了我要赚大钱啊，或者是我真的没钱，我很紧张要用钱。那像这样子的人也会有个状况，他们天生缺乏野心，他们的烦恼就会是。我怎么会在这个世界上？我怎么会在这个家庭里面？很多的为什么，其实都是没有答案的。其实都是非常深的一些哲学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的是8号，灵数8的人很追求野心、欲望、名利、财富，其实并不会那么直接明显的一个展现出来。但是8号人呢，通常都非常的有耐心，他们一旦设定了目标，他们就会慢慢的让自己一步一步去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很容易有一种。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不公不义，对，所以他们觉得，如果我自己有了钱，我有了资源之后，我就可以带你身边的人去改变这个社会。因为他看不惯，对，所以必须帮助弱小，所以他们会让自己变得很强大。对，相对的，他们看到社会上有这样的弱势，他们也会想要去帮助他们，拉他们。好，接下来是最后一个灵数9，毕竟它已经是1到9的最后一个数字了。这个数字的一个表现，它好像是水。你把它倒到什么样的容器，它就会变成那个杯子的样子，像粘土一样。你把它塑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形状，它就会变成那个样子的人。所以灵数9它的一个外在环境跟成长环境是人格塑造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的吸收能力非常强，适应力非常的快。所以这个人最适合做什么？演员。演什么像什么？对，你给他什么样的剧本，他很快就可以进入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们的雷达非常的强，他们都会有过人的直觉，他们跟灵性、宗教、身心灵的产业会特别的有缘分。以上呢就是我们认识生命灵数的1到9。其实生命灵数还有塔罗牌真的有非常多的内容，还不太了解的话呢，没关系，我们浩老师最近还有出他的新书咯，就是我们现在手上这一本塔罗灵数。你在看我的书
书的时候，会发现它不会单单只讲的牌意而已，加上了我对于生命、我对于生活的一些理解，跟着我们一起生活这么久的一个数字，潜藏了这么多的一个能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透露了我的个性，甚至是我自己的天赋，我擅长什么。我其实最喜欢老师里面有写了一句话，生命灵数啊，是带给我们认识生命的一条线索，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生命灵数或者是塔罗牌，更了解自己。因为大家都知道我非常的犹豫不决，当我任何犹豫不决的时候，当然就可以透过塔罗牌，然后给我一些自己的一些提示与暗示，蛮赌命的啦。如果当你想要的时候，还是会想去买，还是会克制一下。除了大家去买书之外，其实我知道老师还有在教课程。目前的话，我在2月份有开塔罗牌的入门班，然后以及在5月份的时候也会再开塔罗牌的相关课程。对，那不管是塔罗牌的课，或者是生命灵数的一个课程，说有听了今天的一个分享，你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直接透过 email， 或者是说我工作的地方塔罗试点梦小静的塔罗博物馆，就可以找到相关的一个讯息。原来自己的出生年月日里面暗藏了这么多秘密，只要相信命运是自己创造的，可以把这部影片呢分享给喜欢生命灵数、给喜欢塔罗牌的人。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为止哦，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哦，拜拜。1+9+8+2，然后+1+0，然后+0+8，OK， 对，所以最后得到的一个总数会是，心算一下，对28，对啊，对不对？是那个90、20、21、29，对，29，对。